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开始主动注销信用卡，不再敢透支未来，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奇迹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中国信用卡业务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坠落。根据第一财经9月1日披露的最新财报数据，14家上市银行、6家国有大行加8家股份制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合计7.52万亿元，较年初减少1975.72亿元，同比下降2.56%。换句话说，半年之间蒸发了整整2000亿。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中国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余额降幅最大，5224.99亿元不见了，相当于一个中型省份一年的财政收入灰飞烟灭。平安银行和兴业银行紧随其后，分别下降9.23%和8.07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数千万家庭不敢消费、不敢透支、不敢冒险的集体选择。有小粉红还在辩解贷款余额下降，也许是居民开始去杠杆，是一种理性回归。可数据不会撒谎，不仅贷款余额缩了，信用卡交易量也在雪崩。12家披露数据的银行上半年信用卡消费金额合计11.47万亿元，同比下降11.05%，减少了1.42万亿元。中国银行和光大银行交易量降幅超过18%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跌幅稍小，约5%。就连信用卡之王招商银行也撑不住了，虽然交易额勉强突破2万亿元，但同比仍下降8.54%。要知道，信用卡交易量的下降，直接意味着一个事实：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正在快速塌陷。你可以想象，这背后是一位95后白领，刷信用卡买过一次戴森吸尘器，结果现在开始计算每一笔咖啡钱，甚至注销多余的卡片，只留一张年费减免的基本卡。在消费低迷的中国，信用卡不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钥匙，而是压在心口的一块石头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信用卡业务本身已经开始失血。招商银行上半年信用卡利息收入306.12亿元，同比下降4.96%，非利息收入104.71亿元，同比下降16.23%。中信银行、光大银行、华夏银行更惨，信用卡业务收入同比降幅均超过10%。中信银行银行卡手续费收入69.73亿元，同比下降12.29%。招行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则大跌16.37%。与此同时，不良率正在疯狂攀升。央行的数据显示，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余额从2008年的33.77亿元飙升到2024年末的1239.64亿元，16年暴增36倍。仅2024年一年就增加了26.32%，达到应偿信贷余额的1.43%。2025年一季度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的平均折扣率跌至4.1%，本金回收率仅6.9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银行把100块钱的坏账卖出去，可能只能收回7块钱。更残酷的是，中国银行在9月14日公告，将催收成本计入逾期账单。也就是说，你欠的钱本来还不起，现在还要加上银行的催收费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。一位不良资产从业者无奈地说，起诉成本越来越高，回收却不断缩水，传统委外催收模式压力凸显。换句话说，银行的钱收不回来，老百姓的债还不起，信用卡体系的死亡漩涡正在加速。更具象征意义的是，信用卡数量正在急速减少。截至2025年6月末，14家银行中10家披露数据的银行信用卡流通卡总量为8.9亿张，同比减少391万张。平安银行最惨，一年时间净减626万张，降幅高达12%。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一年内也各减少约400万张。
2024年，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减少4000万张，下降5.14%。2025年上半年再减1200万张，人均持卡量从0.54张降至0.52张。一个又一个年轻人把信用卡剪断、注销，放弃积分，放弃所谓的权益。原因很简单，没钱消费，没钱还款，没必要再多留几张卡。社交平台上，不少用户公开晒出剪卡照，配文写着原来有7张信用卡，今年消掉6张，只留1张招行的。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，更是一代人对未来的态度写照，消费主义的幻觉破灭了。更惊悚的是，银行自己也撑不住了。Wind 的数据显示，仅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已有超过40家信用卡分中心获批关停。7月16日至21日，广东金融监管局连批交通银行珠海、民生银行华南2家信用卡分中心终止营业。交行在4月单月就关闭了济南、沈阳等10余家分中心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银行不再指望信用卡业务赚钱，干脆选择割肉止损。而这在中国金融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。再联想到中国银行8月31日停发24款联名卡，中信、浦发、邮储等银行纷纷跟进，你会发现，曾经炙手可热的联名卡大战，如今已经彻底熄火。银行自己都不再相信信用卡能救他们了。就在这场信用卡寒冬中，央行突然宣布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的上限和下限管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未来银行可以随意调高信用卡利率。中国证券报点破，这固然能给银行更多灵活性，但也意味着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利率。换句话说，当老百姓已经没钱的时候，银行还要榨取最后一滴血。如果说信用卡业务的萎缩只是金融表象，那么它背后的真相就是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一点点熄火。信用卡不良率的攀升背后是就业的断裂。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，2025年2季度，中国就业景气指数 CIER 跌至 1.32， 创下近5年来新低。尤其是青年群体，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长期徘徊在 18% 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5个年轻人里就至少有1个失业。没有稳定工作，就没有稳定收入，没有收入就没有还款能力。信用卡逾期余额一路飙升，从几百亿到上千亿，正是这一连锁反应的冰冷体现。更残酷的是，大量年轻人并非完全失业，而是被迫进入灵活就业、外卖、网约车、直播打赏。这些收入不稳定、不受保障，更难以支撑高昂的债务。于是，信用卡账单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信用卡业务的崩塌，还让银行的风险进一步集中。根据央行数据，截至2025年6月末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突破 3.5 万亿元，不良率达 1.78%， 创下3年来新高。而信用卡业务正在成为不良贷款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坏账并不像抵押贷款那样有资产做担保，大部分都是纯信用。这意味着银行在催收时几乎无从下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资金蒸发。在资本市场上，银行股因此遭遇集体雪崩。截至2025年8月底，沪深银行指数下跌超过 12%， 市值蒸发近2万亿人民币。投资者用脚投票，表达了对中国银行体系未来的担忧。信用卡不良就是银行系统性的内伤。当这种内伤扩散到全身时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会被动摇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还不上信用卡，问题就不仅仅是金融危机，而是社会危机。法院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因信用卡纠纷
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量突破400万件，同比增长28%。其中，大量案件涉及年轻人，甚至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正在迅速膨胀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老赖人数已突破1600万人，比5年前翻了1倍。一个失信青年，意味着他可能坐不了高铁，住不了高档酒店，甚至无法正常就业。这种被社会标记的耻辱感，将直接催生更大的社会不满与不稳定。换句话说，信用卡不良的爆炸不只是金融问题，而是社会撕裂的导火索。经济学家常说，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信用扩张。美国的繁荣靠的是遍布全社会的信用体系，日本在泡沫时代靠的是企业和家庭的疯狂借贷。但中国的故事正在倒转，信用体系在塌陷。信用卡注销潮，贷款余额下降，交易额断崖，不良率飙升，这些现象背后是老百姓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不信任，他们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。当年轻人拒绝透支，当家庭只敢存钱不敢花钱，当企业不敢贷款投资，当银行不敢放贷，这就不是周期性下行，而是结构性失速。而信用卡只是这场大崩盘里最醒目的警告灯。